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某段记忆清晰到仿佛昨天才发生，但后来却有人告诉你根本没这回事。那一瞬间是不是觉得自己像穿越了平行宇宙？其实记忆并不像一个永不出错的硬碟，它更像一块柔软的橡皮泥，随着时间、情绪和暗示被悄悄的塑形、揉捏，甚至完全改写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毛骨悚然？科学家早就证明，我们的大脑不仅会出错，还能被操纵。在上世纪90年代，著名心理学家伊丽莎白·洛夫特斯做过一个超经典实验。他告诉一些志愿者，他们小时候曾在商场里走丢过。事实上，这完全是编造的故事。结果呢，很多人不仅相信了，还能描述出当时的细节，商场里的灯光、气味，甚至有谁在帮他找妈妈。这就是假记忆的力量。但现在，科学家不只是诱导记忆，还能植入全新的、彻底虚构的记忆。在动物实验里，研究者通过光遗传学技术，精准控制小鼠大脑的神经元。他们能让一只老鼠相信自己被电击过，哪怕那只是科学家编造的经历。简单说，他们能按下大脑的某个开关，像修改影片一样插入新片段。想象一下，未来我们会不会像编辑照片一样编辑记忆？比如删掉一段痛苦的恋爱，或者给自己植入一段美好的童年。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，但科学的脚步已经离这个世界不远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假记忆不仅看起来真实，它甚至能影响我们的行为。有研究让人相信自己曾经在超市偷过东西，结果他们真的产生了愧疚感，甚至愿意承认自己的错。这意味着记忆能塑造人格，能左右决定。如果有人能篡改你的记忆，是不是等于拿走了你这个人？那我们的大脑为什么这么容易被骗？因为记忆并不是录影带，而是一个拼图游戏。每次回忆，我们其实都在重建那段经历，用零碎的线索重新拼凑故事。情绪、环境、别人的话语，都可能成为拼图里的新碎片。一次两次，故事就变了。有句话特别扎心，我们记住的不是当时发生的事，而是我们最后一次回想的版本。那么，植入假记忆究竟是诅咒还是礼物？有人说，它可以治疗创伤，帮助人摆脱阴影。比如，对于战争创伤后遗症患者，能否用假记忆替换掉那段恐怖的经历？但换个角度，如果这项技术落到不怀好意的人手里，比如操纵证人、编造罪证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更深层的问题是，如果记忆能被编辑，我们还能说自己是自己吗？想一想，我们的性格、选择，甚至梦想，都是由记忆拼凑而成的。如果今天有人悄悄删掉你所有的失败经历，你会变得更勇敢，还是更脆弱？如果有人给你植入一段虚假的辉煌，你会不会因此活得更快乐？真实还有那么重要吗？科学正在打开一扇危险却诱惑无比的大门。或许有一天，我们可以随意下载、删除，甚至更新自己的记忆，就像更新手机系统一样。那时候，人还算不算自己？还是说，我们只是被记忆塑造的故事角色，随时可以被改写？所以，下次当你对某段回忆信誓旦旦时，不妨停下来问一句：这真的是我亲身经历的吗？还是我自己给自己编了一个故事？也许，记忆这东西从来就不是真相，而只是我们对世界的一种解释。而那些模糊的、被修饰的，甚至被植入的回忆，才让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。如果有一天，你能选择删掉一段记忆，你会下手吗？